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和大家分享一本改变无数人商业思维和人生轨迹的伟大著作——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这本书的作者稻盛和夫先生是一位被誉为经营之圣的传奇人物。他不仅亲手缔造了2家世界500强企业，京瓷和 KDDI。更是在78岁高龄临危受命，仅用1年时间就让濒临破产的日本航空起死回生，并创造了日航历史上最高的利润纪录。稻盛和夫先生的经营哲学不仅仅适用于商业领域，更是一套能够指引我们人生道路的智慧宝典。它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无数企业家、管理者和普通人在迷茫中前行的道路。那么，这本书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呢？想象一下，在竞争激烈的商业世界中，你是否曾感到困惑和迷茫？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巨大的工作压力，你是否渴望找到一种能够指引你走向成功的经营之道和人生哲学？稻盛和夫先生用他一生的实践和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答案。人生工作的结果等于思维方式热情能力，这是稻盛和夫先生提出的著名公式，也是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的核心观点之一。这个公式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它告诉我们，成功并非仅仅取决于天赋或运气，而是由我们对待人生和工作的思维方式、投入的热情以及自身的能力共同决定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深入探索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的奇妙世界，汲取其中的智慧和力量，为我们的人生和事业注入新的活力。1. 敬天爱人，经营的根本哲学。敬天爱人是稻盛和夫先生经营哲学的核心理念。敬天即敬畏自然，尊重规律，顺应天道；爱人则是指关爱他人，以仁爱之心对待员工、客户、社会等一切相关方。这一理念贯穿于稻盛和夫先生经营企业的全过程，也是他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所在。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敬天爱人体现了人际关系中的互惠原则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当我们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时，往往会得到他人的信任和回报，从而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为企业的发展创造和谐的环境。同时，尊重员工、关爱客户，能够满足他们被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为企业带来更大的价值。此外，敬天则反映了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和尊重。在商业活动中，只有顺应市场规律、经济趋势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才能避免盲目决策，降低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1. 关爱员工。稻盛和夫先生认为，企业最重要的资产是员工。他始终把员工的幸福放在首位，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福利待遇和发展机会。例如，在京瓷公司，他会亲自与新员工进行交流，倾听他们的想法和困惑，并给予指导和鼓励。关爱员工可以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忠诚度，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当员工感受到企业的关爱时，他们会更加努力地工作，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案例：京瓷公司有一位员工因家庭原因想要辞职，稻盛和夫先生得知后，与他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并为他提供了一些帮助。最终，这位员工留了下来，并在工作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2. 以客户为中心。稻盛和夫先生强调，企业要始终以客户为中心，不断满足客户的需求，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他要求员工在工作中要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为客户创造价值。以客户为中心可以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为企业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和良好的口碑。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案例： KDDI 公司在推出新的通信服务时，会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了解客户的需求和期望，并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改进服务，最终赢得了广大客户的认可和信赖。3. 尊重自然规律。稻盛和夫先生认为，企业的发展要顺应自然规律，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追求经济效益。他倡导企业要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推行绿色生产方式，保护生态环境。尊重自然规律可以降低企业的环境风险和成本，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品牌形象。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企业的环保意识和行动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案例：京瓷公司在生产过程中积极推行节能减排措施，采用环保材料和技术，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同时，公司还积极参与环保公益活动，为保护地球家园贡献力量。2. 思维方式决定人生与事业的成败。稻盛和夫先生认为，思维方式是人生工作结果方程式中最重要的因素。思维方式是指我们对待人生和工作的态度、价值观和思考方式。它可以是积极的、正面的，也可以是消极的、负面的。
不同的思维方式会导致不同的人生和事业结果。积极心理学研究表明，积极的思维方式可以带来积极的情绪和行为，从而提高个人的幸福感和成功概率。例如，乐观的人更容易看到事物的积极面，更善于应对挑战和困难，也更容易取得成功。此外，思维方式也影响着我们的决策和行为。当我们拥有积极、正面的思维方式时，我们会更加理性地看待问题，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相反，消极、负面的思维方式只会导致我们陷入悲观、焦虑和恐惧之中，做出错误的决策。培养感恩之心。稻盛和夫先生认为，感恩是人生幸福的源泉。我们要学会感恩身边的人和事，感恩生活中的每一个经历和挑战。感恩之心可以让我们更加珍惜拥有的一切，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案例：稻盛和夫先生在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总是充满感恩之情。他感恩父母给予他生命，感恩老师给予他知识，感恩同事给予他支持和帮助，感恩困难和挫折让他成长。拥有乐观心态。乐观是一种相信未来会更好的信念。拥有乐观心态的人，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能够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取得成功。案例：在日航重建的过程中，稻盛和夫先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但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相信日航能够走出困境。他鼓励员工们要相信未来，要努力工作，为日航的复兴贡献力量。积极思考问题。积极思考问题意味着我们要从正面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被问题所困扰。当我们遇到问题时，要学会问自己，这个问题有什么积极的意义？我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我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案例：稻盛和夫先生在经营企业时，遇到过无数的问题和挑战，但他总是积极地思考问题，寻找解决方案。例如，在京瓷公司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资金短缺的问题，他没有抱怨，而是积极地寻找解决办法，最终通过与银行合作、发行债券等方式，成功地解决了资金问题。持续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成功的必经之路。持续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是稻盛和夫先生成功的秘诀之一。他认为，只有付出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人生的价值。心理学中的刻意练习理论指出，任何技能的掌握都需要经过大量的练习和不断的积累。同样，在工作和生活中，要想取得成功，也需要付出持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此外，努力与回报之间存在着一种复利效应。当我们在某个领域持续付出努力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经验和能力会不断积累，最终会迎来质的飞跃。设定高目标。稻盛和夫先生认为，设定高目标可以激发我们的潜能，激励我们不断前进。他鼓励人们要敢于挑战自我，设定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并为之努力奋斗。案例：京瓷公司刚成立时，稻盛和夫先生就设定了成为世界第一的目标。在当时看来，这个目标似乎遥不可及，但正是这个高目标，激励了京瓷公司不断创新，不断超越自我，最终实现了这个目标。坚持不懈的努力。努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我们要学会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不放弃，始终保持对目标的坚定信念，不断的付出努力。案例：稻盛和夫先生在创业初期，面临着资金短缺、技术难题、市场竞争等重重困难，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带领京瓷公司走向了成功。不断学习和成长。持续的努力不仅仅是指体力上的付出，更包括智力上的提升。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需求。案例：稻盛和夫先生一生都在不断的学习和成长。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参加了各种培训和学习活动，不断的充实自己，提升自己的经营管理能力。追求完美主义，打造卓越品质。稻盛和夫先生是一位完美主义者，他追求完美的产品和服务，追求完美的经营和管理。他认为，只有追求完美，才能在竞争中取胜，才能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追求完美主义体现了人类对卓越和优秀的追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完美主义者往往具有较高的自我要求和标准，他们对自身和他人都有着较高的期望。这种追求完美的态度可以促使人们不断的努力，提升自身的能力和素质。此外，追求完美主义也可以带来一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当我们追求完美时，我们会更加注重细节，更加关注产品的质量和服务的品质，从而不断的改进和完善。注重细节，细节决定成败。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我们要注重每一个细节，从产品的设计、生产到销售、服务，都要做到精益求精。案例：稻盛和夫先生对产品的质量要求非常严格，他要求员工们要注重细节，对每一个产品都要进行严格的检验。
例如，在京瓷公司生产陶瓷产品时，他会亲自检查产品的每一个细节，确保产品的质量。2. 不断改进和创新。追求完美并不意味着停滞不前，而是要不断的改进和创新。我们要敢于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不断的寻找新的方法和途径，以提升产品的品质和服务的水平。案例：稻盛和夫先生鼓励员工们要勇于创新，不断的改进产品和服务。例如，在 KDDI 公司发展过程中，公司不断推出新的通信服务，满足客户的需求，提升了公司的竞争力。3. 培养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一种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精神，它代表着一种对工作的热爱、对品质的执着和对完美的追求。在当今社会，工匠精神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案例：稻盛和夫先生本人就是工匠精神的践行者，他对工作充满热情，对产品和服务有着极高的要求。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工匠精神的内涵，激励着员工们努力工作，追求卓越。5. 团队合作，凝聚力量，共创辉煌。稻盛和夫先生非常重视团队合作，他认为团队合作是实现企业目标的重要保障。只有充分发挥团队的力量，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团队合作可以带来协同效应，即团队成员之间相互协作、相互支持，可以产生1+1的效果。此外，团队合作也可以满足人们的社会归属感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1. 建立信任关系。信任是团队合作的基石，团队成员之间要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案例：稻盛和夫先生非常注重与员工之间的信任关系，他会与员工们进行坦诚的沟通，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和支持。2. 明确团队目标。团队合作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团队成员要共同制定团队的目标，并明确各自的职责和任务。案例：在日航重建过程中，稻盛和夫先生为日航团队设定了明确的目标，并带领团队成员共同努力，最终实现了日航的复兴。3. 发挥个人优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在团队合作中，要充分发挥每个成员的优势，合理分配任务，让每个人都能在团队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案例：稻盛和夫先生会根据员工的特点和特长，为他们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例如，在京瓷公司，他会根据员工的技术专长，将他们分配到不同的研发小组中，以提升研发效率。6. 经营12条，稻盛和夫经营哲学的精髓。经营12条是稻盛和夫先生经营哲学的精髓所在，它涵盖了企业经营的核心要素，包括经营理念、经营策略、管理方法等各个方面。而主要内容： 1. 明确事业的目的和意义。稻盛和夫先生认为，企业要有一个明确的、崇高的目的和意义，这个目的和意义要能够激励员工们努力工作，为企业的发展贡献力量。2. 设定具体的目标。企业要设定具体的目标，包括短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目标要明确、可行，并具有挑战性。3. 胸中怀有强烈的愿望。强烈的愿望是成功的动力，企业要激发员工们的愿望，让每个人都怀有强烈的愿望，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努力奋斗。4. 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努力是成功的必经之路，企业要鼓励员工们付出持续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提升自身的能力和素质。5. 销售最大化，经费最小化。企业要追求利润最大化，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要扩大销售，另一方面要控制成本。6. 定价及经营。定价是企业经营的重要环节，定价要合理，要考虑到市场需求、竞争对手、成本等因素。7. 经营取决于坚强的意志。经营企业需要坚强的意志，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企业要保持坚定的信念，不放弃，不退缩。8. 燃烧的斗魂。经营企业需要一种燃烧的斗魂，一种敢于拼搏、敢于挑战的精神。9. 临事有勇。面对困难和挑战，企业要勇敢地面对，要有勇气做出果断的决策。10. 不断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企业要不断创新，不断地进行创造性的工作，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11. 以关怀之心，诚实处事。企业要以关怀之心对待员工、客户、合作伙伴等一切相关方，以诚实守信的态度处事。12. 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抱着梦想和希望，以坦诚之心处事。1. 将经营12条融入到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中。企业要将经营12条作为指导原则，将其融入到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中。例如，在制定企业战略、进行决策、管理员工等方面，都要遵循经营12条的理念。2. 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企业要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
让员工们深入理解经营12条的内涵，并将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3、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企业要营造一种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的企业文化氛围，让员工们感受到经营12条的力量，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行动。4、好处可以帮助企业建立正确的经营理念和价值观，为企业的发展指明方向，可以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率，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可以激发员工们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就像一座宝藏，蕴含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让我们能够更好地面对人生和工作的挑战，实现自身的价值。在当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机遇和挑战，我们需要一种能够指引我们前行的力量，而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正是这样的一种力量。它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让我们一起阅读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践行书中的理念和原则，用实际行动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相信自己，相信未来，让我们携手共进，共创辉煌。最后，我想用稻盛和夫先生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人活着就要学会感恩，学会付出，学会努力，学会追求完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稻盛和夫先生的智慧指引下，拥有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人生。谢谢大家。